好，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呢是這個傅立葉轉換的一些性質。好，那在上一個部分呢，我們證明的傅立葉轉換，那我們也嘗試做了一些傅立葉 pair。那我們接下來呢，要去看看說傅立葉轉換再深入探討一些它的一些相關的性質。那在這個之前呢，我們一開始講到說傅立葉級數它是 for periodic signal。那我們說傅立葉轉換呢，它可以對付不是 periodic， 也可以對付 periodic signal。OK， 所以我們之前已經做了這個部分，就是說我可以對於，比如說一個帽子波，我可以對它做一個轉換，但是我們還沒有去嘗試說，那假設呢，我們回到原來的部分，如果它是一個 periodic signal， 那我們要如何來做轉換？好，這第一個是我們這個部分呢要先探討的部分。如果你是一個，好，如果你的 S of t 呢是 periodic signal， 然後你的 period 呢，你的週期呢是 t0， 假設是這樣的話，那你其實可以用傅立葉級數來表示它嘛，對不對？你的訊號呢，最後一定可以用傅立葉分析的方法變成是 AK 好某個傅立葉係數乘上 JK 歐米伽0 T 的這個方式。啊，我們知道說，只要是 periodic signal， 我們都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傅立葉的分析。那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週期性訊號呢，如果來做傅立葉轉換，我們要怎麼做？基本上，我們把它做傅立葉轉換，其實我們只要知道這一項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就可以了。好，它其實就是一個旋波啊。那旋波的傅立葉轉換，好，看一下我們前一個部分所做的運算。旋波的傅立葉轉換，它就等於2派的，好 ，delta 歐米伽減歐米伽0。也就是說，好，我現在把公式寫下來。exponential 的這個 j 歐米伽0 t 的傅立葉轉換，它呢其實就等於2派的 delta 歐米伽減歐米伽0，這樣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要對這一個訊號來做傅立葉轉換的話，它呢其實轉出來的頻譜就等於什麼？把它轉成它嘛，也就是 summation 的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ak 等於2派的 delta 歐米伽減 k 歐米伽0，就這樣。啊，你先求出你的傅立葉級數嘛，然後你再乘上這一項，啊，你就可以完成傅立葉轉換了。所以我們說，傅立葉轉換，它可以對付，它可以同時應用在週期性跟非週期性的訊號。可是你如果應用在週期性訊號的時候呢，你必須先轉個彎，你必須先轉個彎。先用傅立葉級數呢，把它轉成旋波。那你知道旋波的傅立葉轉換，所以你可以算得出來。好，那我們可以來練習一個例題了。假設我有一個訊號，它是一個 impulse train， 啊，它是一個 impulse train，n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。delta t 減 nts，
就是它是一個每格 TS。好，每格 TS 呢就會跑出來一個 impulse 的這個 impulse train， 好，一連續的 impulse。它是每個 TS 呢就會跑出來的一個 impulse train， 那強度是1。那如果你今天要对它做傅立葉轉換，你的問題在於說，你的傅立葉轉換從負無窮大積分到正無窮大，那對於這樣一個它的訊號是無窮遠的訊號，你要如何做計算呢？事實上你沒有辦法，所以。當你看到你的訊號是一個這個週期性函數的時候呢，其實你要做它的傅立葉轉換的時候呢，你要先轉個彎，好，轉彎。現在我要求這個 impulse train， 好 ，impulse 序列的這個傅立葉轉換呢，你呢首先呢要把它呢怎麼樣？變成傅立葉級數，變成這種形式 ，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ak 乘上 exponential jk omega st， 因為它的周期是它的出現的頻率是 omega s 嘛，好，就是每格 ts 嘛，那 omega s 就是2派除以 ts， 那其中這個 ak 哦等於什麼？好，其中這個 AK 呢，這個 AK 等於，我們就取一個週期出來積分嘛。好，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，從2/TS 呢積分到2/TS。好，從這邊積分到這邊，然後呢，這裡其實就是一個單純的 impulse 嘛。然後呢，把訊號呢乘上負的 k 倍頻，負 k 倍頻，對不對？那你現在任何函數乘以 delta， 只有在 delta 出現那個點有用。那 delta 出現在0那個點 ，t 帶0進去，這項為1，這剩下來的積分也為1，所以這整個答案呢等於。ts 分之1，那我們就得知說啊，原來這個 p of j omega， 它呢就等於 ，sorry， 這個先不要跳那麼快，我們就得知呢 p of t 呢就等於。summation 的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ak 等於 ts 分之1嘛。然後呢 ，exponential jk omega s 乘上 t。最後，你把整個式子做傅立葉轉換，你只要知道這一個旋波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，就在這裡啊。旋波的傅立葉轉換就是2派乘上 delta omega 減 omega 0。所以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？P of j omega， 它就會等於，啊，就是2派嘛，所以是 summation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ts 分之1維持。這一項的傅立葉轉換就是2派乘上 delta omega 減 k omega s。好，這樣我們就知道說 ，OK， 你如果是一個週期性訊號的時候呢，你要如何做它的傅立葉轉換？好，那看起來就像這樣子，我是一個 impulse train， 我做的傅立葉轉換呢，它變成這一項，啊，它還是 impulse train， 啊，那當然只是說它出現的這個頻率是不一樣的。這邊是每格 ts 出現一次，那它的頻譜呢是每格 ts 分之2派出現一次。所以你如果是週期性訊號啊，你記得要轉個彎啊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這個
先算出它的傅立葉級數，那再由傅立葉級數去求它的傅立葉轉換，這是做得到的。那接下來呢，我們再看看一些傅立葉級數、傅立葉轉換的這個性質。首先是 delay， 好 ，delay property。好，它是這樣子，就是 S of t 減 TD 的傅立葉轉換呢，它會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D 乘上 x。那這當然我們要證明一下嘍。好，我們要證明它的傅立葉轉換會是原先的傅立葉轉換再乘上一個項，好，乘上一項。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做傅立葉轉換。好，延遲的傅立葉轉換 ，S 等 t 減 TD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 dt， 就是我們直接把這一項做傅立葉轉換嘛，所以帶入傅立葉轉換的公式。它呢，好，如果我們把它做一個變數變換嘛，好，我們令tau 等於 t 減 TD， 所以這項積分呢就會變成等於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一樣嘛，因為 t 是負無窮大的時候，tau 也是負無窮大。好，那 t 是正無窮大的時候，tau 也是正無窮大，所以 S tau， 然後乘上 t 呢，对不對 ？t 就會等於 tau 加上 TD， 所以這邊的 t 就變成是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的 tau 加 TD。sorry， 這邊是底tau，好，底tau等於底 t， 這個沒有問題。那對，底tau等於底 t 嘛，在這個那這項提出來，有tau的收集起來，沒有tau的拿出來，負 j omega TD 乘上。啊，有tau的收集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提出來嘛，那這一項一看就是 x 的傅立葉轉換呢，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什麼 ？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D 乘上 s 的傅立葉轉換，好。這一個呢，就是延遲定理。好，那會有什麼樣的應用場合呢？比如說，我們知道 exponential 負 at ut， 它的傅立葉轉換呢，會是 a 加 j 歐米伽分之一。啊，這是已知的一個 pair。那如果你今天我要你做的是 exponential 負 a t 減5乘上 ut 減5，就是我要把這個訊號先做一個延遲。那它的傅立葉轉換會是什麼？它的傅立葉轉換就是原先的傅立葉轉換，再乘上一個延遲項。對，你有延遲嘛？所以它就會是原先的傅立葉轉換，原先的傅立葉轉換是這一項。那你有延遲5這個時間點嘛 ？TD 等於5，所以你就是會乘上負 j 歐米伽，這樣。好，這是一個延遲性質的這個應用。那接下來呢是這個 frequency shift， 好，就是頻率。好，頻率性位移性質，也就是說，我的訊號呢乘上一個旋波，
它的傅立葉轉換呢，將會是原先的頻譜，然後呢做一個頻率位移，訊號乘上旋波，它的在頻譜就相當於你的頻率呢產生偏移。比如說，我有一個這個，我先證明一下哈，就是我們直接把這一項來做傅立葉轉換，這一項的傅立葉轉換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SO T 好乘上 exponential j 歐米伽0 t 的傅立葉轉換，乘上它的傅立葉轉換就 exponential 負 j 歐米伽 t dt。好，那這一項等於什麼？這一項等於正無窮大的 SO T 乘上 exponential 的 j 好負的歐米伽減歐米伽0 t dt。那事實上它等於什麼？我們來用另外的式子來看一下。我們知道說原先的這個傅立葉轉換呢，它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S T 乘上。那如果你把歐米伽帶歐米伽0，就是它變成歐米伽變成歐米伽減歐米伽0，它呢就等於是 S T 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歐米伽減歐米伽0，這兩個式子有沒有一樣？所以我們說最後這個，這個式子它最後就等於。對不對？好，訊號乘上一個旋波，就相當於你的這個頻譜呢，在頻域產生一個位移。好，如果你本來的頻譜是這樣，假設你有個訊號的頻譜本來是這樣。那你乘上一個旋波之後呢？新的頻譜會跑來這裡，跑到歐米伽0的位置。你本来是在這邊嘛，那你乘上一個頻率呢，它就會偏到那個頻率去。那這個三角形呢，是一個假設一個訊號的頻譜原先是長這樣一個三角形。好，那它後來偏到這邊來。好，這個就是頻率的偏移的這個性質啊。那我們可以練習一個例題啊。好，練習一個範例啊。如果你的一個訊號本身原來是 y t 等於 sin 的7t 除以派 t， 然後呢，你現在把它乘上 j 歐米伽0 sin 的7t 乘以派 t， 時域是 sinc。頻域呢，應該就是一個帽子波。好，那所以說，事實上本來沒有乘這個旋波之前，沒有乘這個旋波之前，它本來是一個，本來的頻譜是怎樣？在，就是負7到7之間，它本來頻譜是這樣，
訊號就是只在-7到7之間。但是你今天把它乘上一個 sin， 乘上一個旋波，新的頻譜變怎樣？它變成本來正中央在0，現在正中央呢它跑到 ω0 去了。然後呢，這邊是 ω0 減7，ω0 加7。所以這個東西它的頻譜是什麼？它事實上是一個有位移的這個帽子波，它要麼1，要麼0。在 ω 大於 ω0 減7小於 ω0 加7的之間的時候，它是1。其他呢 ，elsewhere， 其他的部分呢，它都是0。好，這是一個 frequency shift 的一個定理的一個應用。再來是 scaling property， 事實上傅立葉轉換的性質很多，那我們只是挑幾個比較重要的性質出來講解一下。好，再來是 scaling property。好 ，scaling property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讯號呢變胖或變瘦，好，那你的這個傅立葉轉換呢的對呢，它會變成是這樣。好，那我們先證明一下，我們再来說明這是什麼意思哦。就你直接把這一項，看看說你把訊號做傅立葉轉換是什麼樣子。你把 s of at 做傅立葉轉換 ，s of at 做傅立葉轉換 ，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 dt， 好，做傅立葉轉換。那你令這個 tau 呢等於 at， 那當然 t 就等於 a 分之 tau 咯。那因為我們不知道 a 是大於0還是小於0，好，我們不知道 a 是大於0還是小於0。那如果是 a 是這個大於0的狀況 ，a 大於0的狀況下。tau 等於 at 嘛 ，a 大於0，那 a 大於0，所以 t 是無窮大的時候 ，tau 也是無窮大 ；t 是負無窮大的時候呢 ，tau 也是負無窮大，所以這項沒問題。然後這邊有，好，然後 s of tau 乘上這個，因為 t 等於 a 分之 tau 嘛 ，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 換成 a 分之 tau， 然後底 t 呢換成 a 分之底 tau， 對不對？所以就是乘上 a 分之1底 tau， 本來的底 t 換成 a 分之底 tau， 這第一個。那如果 a 小於0的狀況之下呢 ？a 小於0 ，t 如果是負無窮大的話 ，a 小於0嘛，負得正 ，tau 就變成正無窮大，所以它就變成是正無窮大到這個負無窮大。好 ，s of tau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a 分之 tau 乘上 a 分之1底 tau， 或者是我們把它換一下，变成是
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好，一樣 s of tau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a 分之 tau 負 a 分之一底 tau。那我們看着這兩個式子，幾乎一模一樣，只有這項不一樣了。那很巧的是哦 ，a 大於0的時候 a 分之一 ，a 小於0的時候是負 a 分之一，這兩項可以合併成絕對值的 a 嘛？也就是說，這項永遠是正的 ，a 小於0，這一項又乘一個負號，這一項永遠是正的。所以這一項很巧，這個式子很巧的是哦，它們最後可以合併成這樣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就是s of tau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a 分之 tau， 然後呢，這項變成是絕對值的 a 頂 tau。那這項如果提出來，這項如果單純提出來，剩下來的部分，啊，這項如果提出来，剩下來的部分其實就剛好是。我們就是那個，就是傅立葉轉換嘛，只是我的頻率變成 a 分之 omega， 好，我的頻率變成是 a 分之 omega， 對不對？我這邊是 tau 嘛，tau 在這裡，tau 在這裡，那我剩下來的東西是 a 分之 omega。所以我們就證明出這個 scaling property。那 scaling property 哦，其實它所代表的含義，公式雖然看起來複雜，可是它所代表的含義蠻重要的。什麼意思？當你本來你是 s of t 是長這樣，如果你變成這是 s of t 嘛，如果你變成 s of 2t 的時候呢，相當於說你的圖形其實會縮小，會 shrink， 好，會壓縮。那你在頻域裡面呢，本來的頻譜啊是這個 s of j omega。那你之後你的頻譜呢，會變成是 a 分之一的這個，這邊是乘，這邊就變除，什麼意思？意思是說，當你的時間的訊號如果變窄的時候，好，那你在你的頻域呢，其實是會變寬。時間越短的訊號呢，它的頻寬就越寬。好，時間縮短，我的頻寬就會變寬。那我們知道什麼樣的訊號它的頻寬是最大的？impulse 啊，對不對？impulse 時間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地方，在時間軸，它是 impulse 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地方，可是它的傅立葉轉換是1。它的頻寬是無窮大，時間越短，頻寬就越寬。當你的訊號縮短的時候，你的頻寬呢就會放大。好，所以我們如果要傳輸一個訊號，好，我們數位訊號，如果我的開關的速度越快，它所需要的傳輸的頻寬就是越大。這樣我們懂嗎 ？OK， 好，所以這個是 scaling property。那再來呢，就是這個微分的 property 啊。那這個其實我們在微分方程裡面有講過，所以我這邊就不多說。我的这個把 x of t 的微分呢，
把它微分之後呢，它的傅立葉轉換呢，事實上會相當於是 j omega 乘上原先的頻譜，好，乘上原先的頻譜。那這個證明呢，可以這樣證明哦，就是我原來的 s of t 啊，如果我用這個反的傅立葉轉換，它可以是2π1的這個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j omega。然後乘上，好，這是反的傅立葉轉換。那如果我們把它做微分，d s of t dt， 它呢，我是對 t 做微分哦。這裡面哪裡有 t？ 只有這項有 t， 這項有 t j omega 乘上2π1的。对不對？所以你看它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？好，事實上我這一項應該寫在這裡，我應該寫在這裡才對。插這邊插對。這一項，你看一個訊號可以用反傅立葉來表示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它跟它互為傅立葉轉換對，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也互為傅立葉轉換對。好，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說，當你一個微分了以後呢，你會多跑了一個 j omega 出來。好，這個就是微分定理的應用。那今天假設我要你做這個，請問這個，好，我算這一項的傅立葉轉換。請你告訴我說，它的微分的傅立葉轉換是多少？因為你知道這項的傅立葉轉換，這項的傅立葉轉換呢是 a 加上 j omega， 你微分一次，你就是多了一項這個 j omega。它其實就是只是你只要微分一次，你在頻域呢就會多一項 j omega， 是這樣子。那最後這個定理，因為我們以前在 discrete time 已經證明過了，好，那我這邊就是要直接去使用，就是好 convolution 的定理，也就是 s of t 跟 h of t 的 convolution。如果把它換到頻域上來說呢，它其實就相當於是你時域的 convolution 就相當於頻域的相乘。就是好，這是 convolution 的 property。好。這兩個互為呢傅立葉轉換的這個 pair。好，那這裡有一個很經典的題目是這樣子，我們已知這個 s of t 等於 sin 的100 派 t 除以這個派 t。如果你的這個時域是一個 sinc， 那你的頻域呢？就是你的 frequency domain 呢，就會是一個方波。好，就是你這是一個 sinc。
那這邊就會變成一個帽子。好，時域是 think， 频域呢就是一個这個think 变成帽子。好，那所以說，如果今天題目是这樣子，如果今天題目是說告訴你說，請求出 sin 的100πt 跟這個 sin 的200πt， 好，請問它等於多少？那你當然是說，我其實可以用 convolution 的公式來做計算，可以算得出來。可是事實上，如果你知道這層關係，時域的 convolution 相當於頻域的相乘，這兩個，一個呢是受的這個在頻域，好，這是 time domain， 這是 frequency domain。這個呢200，它比較胖一點，因為它是200。在時域呢，在頻域呢是它乘它，瘦的乘胖的，最後還是得到瘦的。也就是說，其實你會知道說，在以頻域來講，它乘它是不跟原來是一模一樣的。對不對？瘦的方波乘一個胖的方波，它最後結果是一樣的。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是不用算的，這個最後的答案其實它是會維持原狀的。好，最後的結果是會維持原狀的。如果你了解這個性質，你有頻率比較小的 think 的頻譜是方波、帽子波，小帽子乘上大帽子還是小帽子，那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。如果你可以了解 convolution 时域的 convolution 相當於頻域的相乘，那你就可以了解這個題目其實是可以很簡單的來運算。好。那最後是這個 multiplication， 就是相乘的定理。好，相乘的这個定理，也就是說，你的时域呢，如果是相乘，那你的頻域呢，其實也是 convolution。时域是 convolution， 頻域就相乘；时域是相乘，頻域就 convolution。可是他們會差一個2π，好，這個是比較討厭的地方。好，时域相乘，頻域就相當於是 convolution。那我們可以來證明一下，我們現在令這個 y 呢，好，等於 pt 乘上 s of t， 兩個是相乘。那我們對它做傅立葉轉換呢，就是 y 的這個頻譜呢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好，然後呢是這個 pt 乘上 s of t。然後呢，再做乘上，這樣，好。然後接下來呢，我們來做一個變數變換呢，一樣，就是我把這個 s of t 呢，好，用它的這個反傅立葉轉換來表示。好，那因為這邊會用到 omega 嘛，所以我這邊用另外一個符號，負減。
好，就是我用反的傅立葉來表示，那全部的 omega 用西塔來表示，那我把它帶進去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pt 乘上這個2π1的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s of j 西塔 exponential j 西塔 t 底西塔，然後再底 t。好，這一项呢是剛才的這個 s of t。好，那接着你再整理一下，好，把 p of t 呢拿進來裡面。等一下，這邊少了一項。好，把有 t 的呢收集在一起，這個跟這個，好，把有 t 的收集在一起，所以是這個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p of t 乘上這個 exponential 的負 j， 有 t 的收集在一起嘛，好，所以就是omega 減西塔乘上 t， 好，然後底 t 底西塔。底西塔搬來這邊，然後這邊是 s of j 西塔，然後再積分2π1搬到外面去。好，然後呢，這一項其實就是 p of t 的傅立葉轉換，可是它的頻率有一個偏移。所以它就變成是2π1的這個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好，然後呢 s of 這個 j 西塔乘上 p 的 j 的，好，變成 omega 減西塔，然後好，整個藍色的這個淺藍色的變成這一項，然後呢變底西塔。那你變成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然後兩個，你看 s of tau， 然後呢 h of t 減 tau， 對不對？所以其實這相當於是兩個的 convolution， 所以最後就會等於2π1的這個 s of j omega， 跟這個 p of j omega 的convolution。那事實上，這些性質的證明過程呢，它其實都有蠻多的技巧在裡面。那事實上，我們最後在使用的時候，並不是很需要去 care 這些證明的過程。我們只要了解說，你 convolution 第一個時域 convolution 頻域就是相乘，反之時域是相乘，頻域就是 convolution。好，那我們知道這一層的關係，其實也就夠了。那你要用的時候，你再把這個表拿出來看就是了。好，所以我們在這個傅立葉性質的這個部分呢，我們講了哪些的這個 property 呢？好，我們講了 delay、frequency shift、scaling、微分，還有 convolution。那線性其實是不用證明的。好，我們只是要知道說，事實上你把兩個訊號做線性加總，再做傅立葉轉換，跟它們分開做傅立葉轉換，再做線性的加總，結果是一樣的。那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積分的運算嘛，所以它應該就是一個線性的運算。好，這個其實是沒有問題。那下面的章節呢，我們就會去談到說，我們如何用傅立葉轉換呢，來做一些
應用。好，那我們就講到這邊。